我想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我自小天资卓绝，1000年前拜入五行宗恩师门下，众人都盼着我光耀宗门，成为这修仙界大能之辈。化神之日，师父将鱼鼎送给我，让我去仙界寻找自己的机缘。在仙界，我却遇见了你。我以为自己的痴意源于爱上了你，但我此刻终于知晓，这痴意是你强加给我，让我收集仙玉，守护你的身体。为保你仙身，我盗取师门仙玉。师父大怒，将我逐出师门。直到师父问鼎失败，生死之际都未曾再见一面。施恩之重，无以为报。我暗中出手，为五行宗免去3次大劫，以求心安。世间无处容我便带着你各处飘零，无论大恶之辈，还是无能之徒，都对我不耻。从意气风发到活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，我的意境是痴，我的道心是你。世间之事哪有两全？我昼夜这一生负了太多人，但唯独不愿，也不会负你。哪怕赴死，心甘情愿。若还有轮回，我还会选择遇见你。小兄弟，在我死后，帮我照顾我的妻子，可好？周一在朱雀星之上臭名昭著，这女尸恐怕也不简单。若是接下女尸一事传扬出去，我恐怕再无继承族长之位的机会。可若是惹怒了她，只怕是……晚辈愿意。你是巨魔族少族长，自然有所顾虑，怕步了我的后尘。罢了。你可愿帮我？我的妻子每1000年需要1000块仙玉维持身体不变，这对你来说略有难度。小兄弟，你可愿意？我不敢保证能弄到这么多仙玉。数千年的嘱托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帮我。此塔之上，有我问鼎之时的意境。既出此塔，100里之内若非问鼎，无人可靠近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礼物，问鼎之经。此物你现在无用，但若有朝一日要达到问鼎，此物会助你。问鼎之经是问鼎修士感悟天道而成，堪比性命，拿来送人闻所未闻。若是能有此物，老夫此生问鼎有望。第一剑便是如
如此重宝，难道还有第2件、第3件？我送你的第2个礼物，便是此人。石阴宗大长老，我不杀你，但你要做此人1000年奴仆，你可愿意？我寿元不足1000年，如何能做1000年奴仆？寿元之事自有办法。你若只是寻死，我便成全。以我法力将你改造为弱一些的傀儡，不难。我愿意。这奴印极为高明，此刻我只需心念一动，这应变高手便会元神破灭而亡。老奴孙泰，拜见主人。应变强者作为奴仆，那朱雀星之上，除了朱雀国，我岂不本该能横着走？照顾好他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今生愧对你。若有来世，再来相报。你不会死。与之一剑，出！抵挡照顾。庙中无神，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岁月？这儿有个破庙啊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。走，将就一晚吧。这鬼天气！庙里无僧禅意存，院内俗人扰清门。道友可是觉得被这些人破了雨夜意境？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，我却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定不简单。不必紧张。在下墨智，阁下是山野之人，没什么称呼，唤我曾牛便是。哦，曾牛兄，不如你我2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，如何？哎呀，曾牛兄真是修为惊人呐！若在下没看错，应是到了意境锁魂、云霄有望的境界了。什么他娘的锁魂啊，云霄的，那人莫不是疯了？阁下此言甚是，疯之一字用得甚好。若非疯狂，也难以体悟这天道之法；若非疯狂，又有谁会去求那长生之术？所谓天欲所得，必有所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句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曾兄可懂啊？莫兄字中玄机，在下不懂，但我却认为疯字用的不好，不如用痴。妙啊！哎呀，我辈中人若是没了痴念，定然无法修成正果，原那天道有损之令啊！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还真是个疯子！就是哎，疯疯癫癫，真是什么人都有。罢了，忘便忘了。在下墨智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曾牛。雨夜之美在于意境，
在于生生不息，这才是雨夜的美处，也是人生的味道。莫兄认为何为生？凡人常说生火，生火，想必这火便是生。那何为死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他叫曾牛。说多少遍是？就是啊，我都记住了。自从在下感悟天道之后，这记忆每况愈下。曾牛兄见谅。冒昧一问，兄台感悟的是何种意境？兄台将意境展露于此，不怕我偷师了去？你有更高的追求，怎会拘泥于我这小小的意境？莫知兄自谦了，意境并无强弱。意境虽无强弱，但境界却有高低。获得意境，无非两种方式：一是模仿他人意境，二是借天道悟出自身意境。虽两者都能化神，但境界差别巨大。前者无论是战力或潜力，都远不及后者。能感悟出自身意境之人，凤毛麟角。为达化神，他们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你不同，曾牛兄日后必大有可为。没错，这便是望境。你铺盖哪？今日有无根水降，这洼地之水便是生；他日无根水湿，这洼地之水便是死。此地神像在时，庙宇为生；如今神像消失，便是死。今日雨夜，我不看天，不看地，也不看雨，我看的是这雨的一生。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不懂便是不懂，好自为之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今日终于明悟。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生与死，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意境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神。现在分身已是元婴气大圆满，但凡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当后期。若想顺利化神，必须将二者分离，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倒出机器了，去！修
不急。解就已被炼制成法宝，此物于我已无用。把杀气血珠给我。 古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恭喜，完成了古神第2次蜕变。但我不能在此久留。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，注定孤独；先天之道，亦九死一生。 生死一劫，看看！天哪！师父，我刚刚便见心神震动，现在又突然天色异变，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？究竟是何人在此化神？不知，但一定和赵国有渊源。据说化神之时，灵力不仅对父亲修士有极大帮助，就连周围的凡人都能因此获益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入定调息。究竟何为修仙？凡人学会吞吐灵力，改造身体成为容器，完成主机。 随后广纳天地灵力，将其压缩成金丹。此丹经灵力运化，诞生道婴。结婴成功，便有了与天斗的资格。但若想找到逆天之法，还需一把神兵利器，这便是天地之力。于是婴体感悟天道，退回元神，挥天地之力对抗天道。 这就是以彼之道，幻师彼身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神成功了。莫兄所说的境界，我终于懂了。
前辈可是我赵国之人，可否在此地定居100年，让赵国成为4级修真国，提升国力，以抵御外敌入侵？这体内经脉仿佛通透了一般。40年就到达筑基后期，不错。你是？还真以为掉了几根木头，你就是我寿无双的仙妻了。我来陪你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但此时若知晓的太多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。我虽无法在此地定居，但我在10个人体内种下了10颗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灵气种子。若有人能达到元婴后期，我自会前来点化成事。此物可保赵国免受同级修真国入侵3次，好自为之。多谢前辈。当年储物袋中的剑鞘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。区区鬼魅，不自量力，由生入死，由死转生。这化神期的挪移之术，却比瞬移强出不少。爹，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化神，等我突破应变，就能将司徒前辈唤醒。到那时，说不定就有复活你们的办法。再等等我。若想突破应变，除了极其稀有的应变丹以外，仙界之气是唯一的办法。此次仙界之门开启，所有修士都虎视眈眈。此行战场，今日是武文国域外战场通道开启之日，望我国众精英能抓住此次机会，让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多谢使者大人。这是这么多幽魂！域外战场崩塌了，怎么回事？那有人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位道友恐怕凶多吉少啊！
晚辈孙文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此为何地？回前辈，是武文国。怎么看到此人，有种遇到家族老祖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如今进藩、灵兽、魔头，与上古法器均已备好，就连那3把剑鞘，都被我以元神祭炼。现在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好了。这些年，那3把剑鞘先后开始祭炼，就连当年上古修士的法宝，也破开了为我所用。可唯独在修魔海内得到的此物，我一直看不透。开启喽，小家伙，你可得好好用老夫借你的草帽，否则怕是小命不保哟。爷爷，你继续讲呀。继续。话说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却让众古仙惨死，仙界也化作无数碎片。可修士们并没有放弃。每当仙界之门再次开启，拿到鱼鼎的他们还是会一拥而上，寻找残存的宝藏。